哇，好熱啊！哦，干杯啊！好喝。这是雪山的零糖脂。看起來好像還是要這樣補脂，那我們繼續努力。我現在呢，要來準備吃午餐。聽說牧羊小豆子這裡有微波爐，我要去微波我的披薩。那我們就一起去微波吧。我們在 F 區，是牧羊小豆子露營區的制高點。往下走去營本部，微波披薩吃午餐咯。這裡有烤吐司，然後有電鍋，還有微波爐。我們來微波我們的披薩吧。趁着微波的時間，順便介紹一下公共區域。這裡有冷凍庫、冷藏庫，還有一個廚餘冰箱。這邊的垃圾分類做得非常的好。那不過營位是沒有垃圾桶的，所以應該是要再收過來這裡。那因為我現在所在的這一區是營本部吧，旁邊是營本部，這邊有 A、B、C、D 幾區。那這裡呢是共用的衛浴。然後它的衛浴非常非常的乾淨，因為它進去裡面是要脫鞋的。哇，好大間啊！那我們 F 區的話也有獨立的衛浴2間，所以呢，你也可以選擇下來洗，也可以在樓上使用。啊，晚上洗一下再跟大家說好不好洗哦。那這邊有提供吹風機，這裡還有一台3溫的飲水機。這邊眼前的風景是西區啊，等一下吃完午餐再帶大家來逛逛小豆子露營區吧。F 區因為是制高點的關係，我現在要走這個斜坡回去了。但是相對於下面幾個平面，F 區以今天的狀況來講，應該是會比較安靜的。然後這個 D 區。哇，好漂亮的森林哦！有微波爐的露營區也太幸福了吧！又要呼籲各大露營區可以比照辦理嗎？上次去豐原呼籲大家比照辦理那個咖啡廳，然後現在呼籲大家比照辦理微波爐，這什麼懶惰露營法？哇，這樣子當晚上，然後只要1分半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吃上午餐，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啊！今天吃這個海鮮披薩，其實我本來的計劃是搭完帳我就要開始放火，可是因為今天好熱，真的好熱，所以剛剛搭帳的時候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穿背心搭帳，是因為好熱。這是 7的海鮮披薩，不好吃，我覺得還是煎餃比較好吃，但沒有關係，我有好吃的辣椒粉。搞得我好像在業配這罐那個辣椒粉哦。我上次沒有跟大家說它是什麼牌子，它叫度假的8味粉。
它真的很好吃，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。我沒有業配它，但我真的覺得它很好吃。我在拉拉鋪買的，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拉拉鋪買了。這裡好漂亮。在哪邊？這邊是新竹五峰的牧羊小豆子露營區，一直很想來，我終於來了，乾杯啊！哦，這海鮮披薩沒味道哎，不推。這邊的風景真的好美，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眼前的風景。這是從我帳篷看出來的風景。如果晚上天氣跟現在一樣好的話，我們正前方看起來應該是竹北市的夜景吧。然後這邊有五指山，哇，這也太美了吧！好了，吃一吃之後，布置一下睡覺的地方，就帶大家來去逛牧羊小豆子露營區吧。都設置完畢啦，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營位配置吧。今天搭金字塔帳，我的眼前超美的，然後晚上應該會有夜景，再拍給大家看。這邊可以看得到五指山，然後這是今天的營位配置。我把它睡覺的地方，然後今天精簡了非常多的桌子，因為其實塔帳它內部空間，如果你又要放一個柴爐，然後要放行軍床，其實放桌子的位置會稍微比較少，所以如果通常冬天的話，我就會是這樣子比較簡單的一個配置。這木材量呢是10公斤的新柴的櫟木。那上一路我跟大家分享過，我覺得如果它燒柴的話，基本上燒柴爐的話，基本上我覺得櫟木是比較耐燒的。那我們來看看牧羊小豆子露營區其他的區域吧。首先，我們先由我所在的 F 區介紹起。F 區的話呢，總共可以收6帳。我今天有一帳露友，這個露友超厲害，他是騎機車上來的。我覺得超猛，然後只有我們2個人吧，好漂亮哦！這是一幅畫吧？那今天啊，雖然一樣是平日露營，但是牧羊小豆子也是非常熱門的營區，所以好像各區都有一些露友，那我們就稍微參觀一下咯。在 F 區旁邊有三木林。那這裡應該是看不到夕陽的，因為感覺夕陽是在後方的方向。那營區有步道，
你們也知道，我是不會帶你們走步道的。有興趣的人自己去走步道。然後 F 區下來就是1區哦，原來1區的路友是沒撤帳的啊。我剛剛經過的時候，我以為他們是剛來，所以他們回家了。下方這邊是1區，哇，1區看出去的山景也是超美的。那下方呢，在森林環繞下的這個是D區，D區可以車樹，有看到那個車樹的路友。哇，這個杉木林這樣子真的好美哦！前方就是很可愛的營本部，等一下我們可以到營本部裡面去參觀。先帶大家把營區看完。下方這裡呢，就是營本部正前方的營位，這邊是 C 區。哇， C 區也是可以看到很美的山景。前方這邊是 B 區，那因為有路友的關係，我們就不特別走過去了。然後往下走是 A 區。A 區呢，它是一個很獨立的小區域。不過因為裡面有路友，印象沒錯的話，它是可以收2帳的。真是難得在假日的時候這麼難介紹營區，因為到處都是人。我們先去營本部看看好了。哇，好難得在非假日露營的時候這麼難介紹露營區，因為到處都是路友。上個禮拜的哥巴崙跟這個禮拜的牧羊小豆子，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熱門的營位。好，我們來去營本部裡面逛逛咯。從這個樓梯上去，就可以來到營本部的2樓啦。這邊有一個室內遊戲區，哈哈，這個室內遊戲區，等一下可以下來拍照哎。小朋友應該會很開心吧？哇，2樓看出去的風景，在營本部的後方，這裡看起來也是有營位的，但是它沒有特別寫是哪個區域。那這一區呢，是牧羊小豆子唯一的站板區，這裡是 H 區。但它其實是離出口入口最近的區域。
我們的晚餐快要好了，最後再來一點靈魂蔥花，就完美了。哇，我剛剛在煮的時候啊，就超級無敵香的。今天吃什麼？今天吃韓式。本來是豆腐鍋，但是它變成韓式年糕鍋，因為忘了買豆腐。我覺得用柴爐煮食物真的很有趣。看它這樣咕咚咕咚咕咚的，先乾杯！啊！我跟你們說，今天這一鍋真的是非常厲害。哇，先來一個肥肥的年糕。太好吃了吧！QQ 的，老冬天來上这樣一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，然後配冰冰涼涼的啤酒，海尼根終於喝完了。為了買海尼根的椅子的海尼根終於喝完了。那我現在在這個牧羊小豆子露營區，它的海拔應該是有1100左右啊。不過今天白天的時候天氣很好，所以其實到了太陽下山之前都不會很冷，所以我今天也比較晚才起柴爐。好好吃哦！大家露營的時候最喜歡吃什麼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嗎？
這個年糕 QQ 肥肥的，這是絹豆腐的年糕，然後裡面還包起司。不過這年糕吃的時候真的要小心，因為它裡面有起司的關係，所以是空心的，那個湯會不小心就燙到舌頭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还有这个。冬天了，就是要喝燒酒。看那個氣泡這樣旋轉，真的很美哎。這是真露燒酒，這個牌子好像沒喝過，來試試看。它是酒精吧？它是酒精，濃度比較淡的酒精。好，試過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歡酒精味比較重的人，可以考慮這個牌子，請截圖。我個人比較喜歡九尾狐之類的。對，如果不知道什麼是九尾狐，你們可以看去年或是年初的一系列影片，那時候我瘋狂迷戀九尾狐。這個就是酒精哦，還是喝我的雪山啤好了。冬天露營啊，我就不帶制冰機，可是我會用這個保溫壺。原則上呢，它大概到明天早上都還是會有冰塊。這個保溫壺很便宜，這個是在家樂福買的，好像399吧。我們把酒精倒進來，它太酒精了，它就是酒精。我們喝燒啤，應該要那個很帥的瞪一下的，乾杯啦！好喝多了，剛剛那個酒精不行。洗好澡了，很好洗，不過水有一點點小，對，因為畢竟要洗頭嘛。但是溫度很穩定。那 F 區的淋浴間呢，它是只有插頭，沒有附吹風機。可是，在營本部的衛浴是有的，所以如果你真的忘了帶的話，可以到營本部那邊去用。那走路大概應該也沒有多久吧。那最後一根木頭我們剛剛送進去了，我們用這個最後一根木頭來煮宵夜吧。好的，我都好了。我們拿這個來烤年糕。這個年糕是那天在卡樂迪買的，然後我很喜歡這種包裝的原因是因為
我一個人常常沒辦法吃很多，所以它是這樣子單個包裝的。我們來烤年糕吧。烤了好久的年糕，它終於好了。坐在暖爐前面，有點太燙了，所以剛好可以來烤一隻。是蜂蜜年糕，感覺很好吃耶。外面酥酥的，很有米的香氣。哦，好吃。刚剛有一點點雲海。牧羊小豆子露營區，在對的天氣，應該是會有非常壯觀的雲海，因為今天相對是乾燥的，但是剛剛那個雲海這樣湧動啊，還是非常的漂亮。這邊真的很值得來。我剛才已經跟我朋友說，因為他們一直在約我那個團露這件事，我說這邊真的很棒。秋冬的時候來，然後櫻花季的時候也可以來。哇，這裡可以很多房耶。那營位費也不會很貴，營位費才1000塊。好了，我現在吃點年糕，然後差不多準備要睡覺，因為我的鄰居一定在睡覺，我們不要打擾到別人。那個蘋果紅棗茶好喝，好啦，吃宵夜了。
家人們早安吶！半夜的雲海大家看到了嗎？超漂亮的。然後今天的早餐是昨天新買的玩具，吐司烤網烤的。這個顏色很美，好香哦。然後剛好我的裝備箱裡面有一個果醬，已經放了一段時間了。我們现在來吃吃看。哦呼！怎麼可能不好吃？就簡單的早餐。然後我裡面呢已經都收的差不多了，因為半夜起來看雲海，然後大概將近5點吧，我又設了5點半要起來拍日出。那不過很可惜沒有看到日出，但是那個時候的雲海是超級無敵漂亮。就一直沒有很深的入睡，於是大概6點半我就起床了。於是我就把裡面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然後彩爐也收掉，就獲得一個很棒的客廳空間。這樣真的很好吃耶！吐司這東西就是要這樣吃啊。然後牧羊小豆子露營區真的很舒服的地方，怎麼会這麼美啊？我已經想好了，就是櫻花季啊，然後什麼季啊，就是都可以來，然後我都要搭在 F 區。是什麼奇怪的路由？我想天秤座，你們以為我們好像風象星座會很容易變動？沒有，我們就是一個我可以吃一樣的東西連吃1個月，然後我可以做一樣的事情連做1個月的那種奇怪的人。是所有天秤座都這樣，還是只有我這樣？哦，這個咖啡很高級哦，是金箔咖啡。好，來認真吃早餐，欣賞外面的風景。等一下去走個步道好了，因為現在畢竟不到9點。我等一下去走個步道好了。如果後面的影片有步道，就是我有去走步道，那如果沒有的話，你們就知道我就是收好回家這樣子，好不好？收拾的差不多，我们来3木步道裡面吸收一下芬多精，就很單純的吸收而已。又是乾燥撤收的一天，我就說嘛，我是情侶系 YouTuber， 上一路是失誤，沒有啦，開玩笑。那有看到風很大嗎？還好我這一次帶了金字塔帳，我是出門前臨時換的，因為有看到其他的路友在昨天收帳，在尖石啊、五峰都有一些帳篷的災情傳出，因為風好像蠻大的，因為這是鳳凰颱風的前夕，
不過大家放心，我絕對不會在台風天的時候給自己找麻煩。所以事實上是台風還沒有來，但是沿海的幾個地方它的風力有一點點增強。那所以我也看了氣象預報才出門的哦。果不其然，就收穫了美麗的夕陽的餘暉，然後晚上的雲海。那牧羊小豆子露營區呢，首先大家看到它有非常美麗的山景，然後呢也有森林。那衛浴姐妹們，你們一定會喜歡，乾淨又好洗。然後再來整體的環境氛圍，我覺得非常的棒。那上一路跟這一路雖然一樣都是平日露營，可是都是有露友的，因為這兩個露營區像哥巴崙，然後或者是這個牧羊小豆子，它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熱門的營區。實際走訪過一趟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它熱門是有它的道理，就不管是環境也好啊，然後整體的硬體設備也好，這都非常棒。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露友都很好，像昨天這邊的露友幾乎每一區都有露友嘛，可是晚上還是真的很安靜。那因為我們 F 區是制高點，所以其實會有一些露友他會走上來拍星星啊，拍夜景啊，拍雲海，可是其實也都不會打擾。所以我覺得真的一個營區很棒，但是露友也很重要，就是每一個露友都很棒，那這個露營就會非常的愉快。然後這一路呢，開箱了新的吐司烤網，好玩而且很好吃誒，那個烤過的吐司，這澱粉類再加上梅納反應就是讚。不過不能天天這樣吃哦。然後我要順便跟大家說，我真的不是天天這樣吃，然後還這麼瘦。其實我1到6都沒有在吃東西的，我就只有露營吃東西給你們看而已。好啦，開玩笑的。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加訂閱，還有開啟小鈴鐺，也可以上網追蹤原家的東城吧，跟我們的 Instagram 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時吃喝玩樂的訊息。看影片的同時，不要忘了幫我熱推哦。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，拜拜。